OK， 踩。哇！喂，好一 wheel spin 啊喂！试一下 corner。哇！我要输！我甚至觉得他的这个 handling 还好过。啊，马来加啊，零四啊，快点来零四啦！马来加。大家好，又是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BOV， 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乱拍介绍车系列了。今天我们就来 BYD 的一个 official launching event， 然后我们今天也顺便试驾了 BYD 海豚，它总共有2个等级啦，一个是 Standard Dynamic， 一个是 Premium Extended， 一个是94匹马力，还有一个是201匹马力的，一个是180牛顿米，一个是310牛顿米左右的，所以这个价钱呢也是在99千开始到125千，所以我觉得是蛮值得的一个价钱啦，尤其是出了这么小可爱的一辆车，然后让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的尾灯方面啊，它会比Atto 3的尾灯啊看得会比较惊艳一点点，会有一点新鲜感一点点的。那至于车头方面呢，我觉得还可以而已啦。我本身会比较喜欢Atto 3的这个车头，因为它长得像 Porsche， 真的很像。那至于内饰方面呢，其实它跟Atto 3比起来，我会更喜欢这辆，它比较主打年轻，让人家看得没有这样奇怪。至于Atto 3的内饰呢，有些人可以接受，有些人不可以接受，但是这一辆呢就符合大家的这个口味啦。OK， 哇，这辆车的坐姿也是很棒诶，它好像那个Atto 3这样，就是可以让我坐到很低，然后很舒服的那个椅子啊，软软的嘞。哎，我行到在右边哈，要追上前面那个23号，踩到完。哇，很强哎喂！它的动力其实很接近那个Atto 3的感觉嘞，其实因为它小辆嘛，Atto 3重一点啦。然后它的加速感觉也是蛮有贴背感的，其实也没有讲很差。OK， 那这辆车的印象让我最深刻就是它的这个牙柄哦。你看它是 N 就是推上一点 ，P 是旁边压一下，然后它就帮你 engage 那个 parking brake 这样子。Auto Hold 也是这样子推的哦。OK， 然后这个是它的防滑系统关闭。OK， 现在我是 Let Go Brake， 然后踩一点油。Alright. We are green. 现在我用这是 normal mode 换去 sport 一下。哇，这个很好哎喂！其实它的续航能力大概有490 km 啦，它其实比Atto 3还多一点呢。Atto 3480不了。可是如果你讲真实情况生活用的话，我觉得会少啦，可能会400多一点点，因为我这种重脚人啊，我比较喜欢那样一踩就哇，有戏的，喂，很爽哎喂！等一下你叫你就知道了，哇，很爽哦！我的啦喂，它跟那种德波车的感觉不一样哈。德波车你要等啊，还是要等那个它累一点点这样。我们要 lag 德波 lag 点火 lag 那个压箱，这个完全是没有压箱，直接踩就是去了。可是给我感觉不是我第一次坐电车，我会感觉到有点要吐哦，因为它来的力太一下子太重了，它直接来你没有那种太那个了。Alright， 它的刹车有一点虚啊，就是在你踩一点点的时候好像没有感觉，是你再踩深一点它就太多了。你要有一点时间去适应一下。这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一代的这个内饰啦，讲真的，因为Atto 3的内饰比较浮夸了一点。它有那种海洋的那种设计，这个是海豚嘛，海豚就只有那个座包那个椅子就有那种好像海豚的那种身体的设计，全部黑色的。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辆多一点。像这种电动车啊，其实最主要就是那个油门控制要很好，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会很冲啊。这个就跟Atto 3一模一样，它显示的这个电量啊，跟它用的功耗全部一模一样，这个也是一模一样，而且还是可以转的。哇 ，Good man。是特别一下，界面也一样。哇 ，good！ 哇，这里没有放东西吗？没有诶。
中间咯。 to the 中间咯。 Taman Kejiranan. If there's 就是 Auto 也是有的，你把它推上去，它从 High 变 Standard 变 High。High 就是当我放开油门的时候呢，它有很明显一股力量去扯着这辆车，然后它电能回收的比较快一点。it's all 嗯， the car color. If you notice the car color, which 有 has 一个 the Sabi two color tone, right? The roof and the body is 看 different colors. 挡着人家 right? U-turn 都不能啊。 Those are the 是吗？ highest, right? The 是啊 one which 人家 has 换了咯。 same color all round is the standard spec. Notice the link car is also standard spec, yeah? 给人家骂了，喂，不是我按换的嘞。这是马路上真的很多那种傻逼咯，是，那你可以这样子悠啊，真的整条路塞到完呢。很温柔啊，这辆车的感觉。OK， 踩。哇，喂，好一 wheel spin 啊喂。 The traffic light. Hello, yes, we can follow. already passed the traffic light. Try to keep close to each other. 哇哇，很有力啊喂。其实你讲它很暴力，它又不会，其实它给到你那个动力嘞，你要踩着油去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OK 啊，别人你看啊，我现在放开油门啊，你会 feel 到它是不是很柔顺的？嗯，当我把这个电能回收放在 high 的时候，会放开，哎呦，它好像会拉着啊好。像有一点会踩 brake 的感觉嘛，是不是？嗯，对。他就说用他的 wheel 来 charge 这样子嘛。哎呀，你看啊，它好像有 magnet 这样，啊，对。好像慢慢的会有人会帮你踩 brake，这样看你喜欢哪一个啦。它这个是踩 brake 用的吗？这个？不是，它就电能回收，就是你下山的时候你开了这个，你就不用一直踩 brake 咯，然后加上它会充电啊。哦，它用 wheel 来充电啊。对，因为我觉得这一代的比阿多去温柔了一点点。那个当我们靠近那个旁边的白线，是不是？它的声音是来自于这个 speaker 很小声的，会给我们知道，不会很烦那种嘞，它很温柔嘞。我试一下啊，诶，再试一下，你看它会帮我，你喂，听到声音吗？噔噔噔噔，啊是啊。再试一下。哎呀，不要。啊，这个地会比较严重一点，还是噔噔噔小声从这边来。啊，很小声。Speed up。我踩一半的油吧哦，试一下 corner。哇，我要哎呦输，我甚至觉出得，我甚至觉得它的这个 handling 还好过 Auto 3耶，因为它给你的印象是很软，是不是？对可是哦，Auto 3到了一个程度，是不是它的侧倾就不会再去啊？就感觉到它的悬挂会因为你在过弯啊，它需要很极限的时候啊，它会变硬掉。这个也是一样的，你看刚刚我这样子过哦，整个底盘很硬的，我就觉得，诶，这个好加过 Auto 3一点呢，没有这么笨重，而且很轻巧。哎呀，跟我太怕，我跟你太妈差不多。没有啦，买什么太阿啦，200多个 top 不了啊，你就300个 top 啊。我叫你的太妈跟他没有好来了啊。OK， 进入隧道。然后其实这个仪表呢是可以在这个 settings 里面的 display 啊去更换的。如果是晚上的时候呢，一开灯啊，它就会变 dark mode 咯，好像这样子咯。然后下午就是 light 咯。可是我现在放 auto 啦，它会跟着时间跟那个地点来换哈。我很好奇它的这个 top speed 是多少，因为之前我在 Auto 去的时候呢，它的 top speed 是说170这样子，甚至上到180啦，可以上到180没有问题的。Touch and go。怎么我的 signal 这样小声的？其实你有没有发觉到它有一点声音在外面的？你注意听，好像卖 ice cream 这样，有啊，听到吗？噔噔。哦，有。因为它电动车太安静了。哦，他要为了那个路人的安全是吗？对，它要对路人都知道我们来了电动车来了。然后其实可以更换2种声音的，一个是嗡嗡嗡那样的声音，一个是好像这种卖 ice cream 的声音。所以我就比较没有这样喜欢卖 ice cream 的声音啊。哇，所有把灯都是推上推下的嘞。哦，特别啊。所以我就是现在开一下 ACC 跟车，我放70、80 km/h 啦，然后我把跟车距离放在最远。OK， 所以我现在我的手可以离开，然
可是只有一下子而已哦。你如果太久没有把手放在方向盘上面的话，它就会取消这一个功能了的。我们试一下它等一下会什么反应啦。我觉得它还好罢了哦，它没有跟到，它多少秒？好像是10秒对吗10秒。它就warning你对吗？叫你拿。我还没有办法这样子，因为有一点弯路，我就有点怕了。以一个我之前没有驾过电动车的人呢，我会有一个很怕的心理，就是一到没有电，我每天晚上回家之前我就要充满电，因为我家里没有那个充电站嘛，所以就每一天都要充满电之后回家。可是当我们习惯了我们在 KL 里面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尤其是在有些 shopping mall 里面啊，还有特别的 parking 给我们，替我们去充电啊，然后去逛街啊，这样子没有问题啊，只是你要给钱而已啦。多少钱呢？这样子充？看有些充电站的，有些是1块4 per minute， 有些是算 kWh 的，要看什么地方。我们会download一个 app 叫做 PlugShare， 这个 PlugShare 里面就会告诉你附近有哪里有充电站。这样如果它用起来会比那个去打油更麻烦吗？会麻烦一点，因为你要等。我们打一个油可能5分钟就搞定的事情哦，它可能要充满电的话要，哎呦，他帮我摆回来。就是之前有吓到我一下，是有摩托车在后面，是不是？他会也是帮我一下子摆过来，有时候我不想要的，你明白？哦，这样算是好还是不好？对你来说？对我来说是有点不好，因为我明知道那个车还有很远，可是他还是帮我摆回来，有一点吓到我啦。他可以关掉这个系统吗？可以关掉。前面的可以跟车跟紧一点吗 ？Please。不见了，不然我就直接去前面了的啦。你 overtake 他这样，闪他高灯。它刹车是有力道了，可是要踩得很深哦，就开始会感觉到有一点帮助到了哈。至于充电那方面呢，它是充到这88%的时候啦，发下去就没有了的。所以如果你以时间来计算充电的话，其实有点不划算。像Sunway X1那边是我觉得最划算的是，因为它会算 kWh， 你到底充了多少才来决定还多少钱，就这样子。至少我可以直接放0啊，充到100%不成问题。比较快了。如果你市场从88%你开始充的话，就比较贵了，就外面会比较贵一点的。跟紧一点 ，please。可以比较喜欢开那个 regeneration 会比较 high 的话会比较爽一点，至少我不用一直踩 brake。可是这辆车的隔音真的是很棒哦，它跟比亚迪 Atto 3是差不多了，你知道吗？很安静。而如果你想要好好听音乐，是完全是 OK 的啊，甚至跟人家聊天都不用讲大声一点的，真的。它现在这个声音是那个轮胎的声音，轮胎的胎噪而已哦。这次的轮胎是用那个玲珑啦，之前是用 Batman，可是这个玲珑还是那种普通的街用胎啦。你讲，因为这种电动车，如果你用次第的轮胎，你换重一点的 rim， 然后你就耗电了的。所以这辆车的这个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省电嘛，所以他们是采用了一个街用的胎玲珑。你看刚刚那个扭力大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啊？对。你换一个 BS5 下去看，没有了的。可是重点是会耗电哦，就是这样。哇，踩完。现在是 Eco Mode 还是什么 mode？ 现在是 Normal。去爱班纳斯，我无法做到0到100的测试，我很想做，你知道吗？好了，那这次的试驾就到这边啦。我希望下次我能够尽快借到车试驾给大家看啦。我跟你说，之前我拍的 BYD 的影片哦，红到中国去耶，包括上山那个影片真的是很爆红哎，因为他说在中国媒体里面就没有的这样子试驾车，真的，你试车你就是除了去 track 而已，他们很严嘛。然后我们这边呢，除了 track 之外，还有一个叫做 toge， 就是山路。有多少个人会特地要跑车去 track 玩呢？我想问啦，你们买辆车都是经常会上云顶的啦，在家人的啦，是不是去玩的啦？所以我觉得在我们马路上试车，对，虽然是比较危险了一点点，可是至少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会用到的。你会上云顶啦，你会在 KLCC 那边穿梭啦，在这种 LDB highway 啦，什么 highway 什么 highway 啦，这样就是比较实际的体验哦。实际的体验，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公路上试车？一定要这样啊，没有办法啊，要不然你想知道我们日常生活用可以不可以哦 ？Hello，叮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That's the sound I Yeah, hear. yeah, yeah. Ice cream. Soft, very soft. ice cream ice Ice cream. Yeah, so it sounds like the ice cream. Okay. noise, yeah. 你看，我开一点，你听到吗？有都听不到，要大声一点吗？ 30 km 不好就没了。 Do a driver change. I understand that some of you want to take some pictures. So I give you, say, 5 minutes. 5 minutes. 5 minutes are too many 哦。哎呀，我一直忘记了啊，都去有一个牙饼在那边，这个没有，所以我就直接从D 按 P 就好了。哦，比较好啊 Everything is good。软的那种皮革材质，很薄很薄的那一种，有点像阿多区那一种材质，可是它是黑色哈，所以看起来比较 premium 一点。哦，这里就是一个空间 ，USB 插槽有 Type C 插槽，这有2个置备架，这个就是它的 parking brake stop button， 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的，你调一下，推进去，哦，最粗了的哈。最出了的。 OK。现在我坐到海豚的后面啊，这个头枕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吧，这样就舒服了很多了。我的头至少有的靠，而且这个头枕是比较软的，所以躺下去很舒服。前面一天调整成我的座位，所以我身高173，这里剩下3根手指，头部空间剩下1个拳头多一点，整个视野的话会比较差了一点点，是这么嘞？它的头枕会很高，所以我看不到这边了。幸好旁边会比较窄了一点，所以我至少可以看到这边什么状况。其实它就比较少一点shoulder support了，这边会比较滑来滑去，可是你腰部是 OK 的，后面就没有了技术风口啦。有一个置备架，还有一个 USB 插槽，有一个 Type C 插槽，然后这边有一些 pocket， 哇哦，真的是 good 啊！ Safety. Please fasten your seatbelt. 哦， For 叫 your 我 safety, please fasten the seat belt. 哇，它的声音是好像那个海上的黑水。海水的声音是不是？哎呀，等一下那个 seatbelt 在哪里到底在干嘛喂？ ？seatbelt 不见了，我 seatbelt 躲在后面了。坐在这边的话，你会感觉这个逼勒比较偏低一点啊，这里就看不到东西。好在那个镜片会比较大，这里还有一个中央扶手，至少它是停在这儿的。左右放手的话都非常的对称，非常舒服。这个灯呢是触摸式的，这里有一个全景天窗，这个手把，还有头枕，可以推开。椅垫也是蛮长的，所以如果我觉得坐长途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阿多区跟这个比呢，其实它的后座呢没有很差嘞，甚至我觉得阿多区椅子有点过软，这个还 OK， 比较有支撑性一点。我们这个试驾就到这边，我们就要回去万我打骂了啦。试驾前后的话呢，我们差不多1个小时。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做一个full review给你们。你会发现到每次我去那种 launching event 啊，去试驾哦，其实很短罢了的。这个算长了，你知道吗？是我驾过最长的。这样来回还给我们1个小时试驾，我觉得很满意啦。其实就是要这样子嘛，试驾你驾短短的路，你又没有办法体验到它的黑灰多少啊，过弯啊，这样子0到100啊，这样就有意思吗？本期的视频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也订阅 Varen 的频道。哎，你有一个中文频道了不是？有那个叫 VK 梁。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 ，Goodbye。拜。